通常情况下，一辆时速200公里的 F1从减速到停止只需要2秒多一点，开过65米远的距离；而一辆普通的高性能轿车呢，差一点需要4秒多才能停下来，刹车距离超过100米。那么一艘速度只有20节，也就是时速差不多才37公里的集装箱船刹下车不对，是刹下船，需要花多长时间才能停下来呢？10分钟。在停下来之前会开过2公里。对了，有一件事情我就很好奇了，船它靠什么来刹车呢？我是人称百科全书的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研究一下这个问题。想要知道船靠什么刹车，我们首先需要知道刹车它是怎么工作的。就拿汽车的刹车来说吧，它的工作原理呢是让旋转的车轮跟某个固定的物体，通常是刹车碟片之间产生摩擦来阻止两者的相对运动的。你可以简单的理解成刹车碟片想要轮子陪自己一起进一进，两个一起进了，汽车也只好进了。那船呢，有可能采用这样的方式来刹车吗？好像不太可能呀。你想轮子进了，汽车之所以能够进，是因为它不可能靠静止的轮胎在地面上滑行着前进嘛，摩擦力太大。而船呢，它没有轮子，本来就是在水面上滑行的，而且一开始为了减少水面对它造成的阻力，还专门把自己设计成了一个能够剪开水面的造型。于是即使把它身上最接近汽车轮胎作用的螺旋桨给刹住，它照样也还是能够在惯性的作用下把自己划出一段相当可观的距离啊。这可怎么办呢？我相信聪明如你们呢，一定已经想到办法了，那就是把螺旋桨反过来转。的确船就是这么干的。那接下来的操作就很简单了吧？我相信就像机车有倒档一样，只需要把船挂上倒档不就好了吗？其实还真没那么简单。你看人家船上是怎么挂档的，就知道这中间的区别了。后退档跟前进档一样的多。那我们就来讲讲通常情况下有3种方式可以实现螺旋桨的反转。第一种就是使用可变螺距的螺旋桨，在旋转方向不变的情况下呢，它可以通过改变桨叶的角度来向不同的方向产生推力，甚至这些推力的大小也是可以通过这样的手段来调整的，非常的灵活方便。第二种呢，就是用齿轮箱了，这个跟汽车上面的齿轮箱还是非常像的。首先是可以变速，其次呢是可以反转，听起来和用起来应该都是一样简单。第3种呢，才是我要说的重点了，那就是通过让发动机反过来转，使螺旋桨反过来的。你再细细品一品就能体会到这中间有多不正常了。这就相当于你要倒车入库，还得要先熄个火，然后再重新点火，还得要想个办法保证它点火之后是反着转起来的。好吧，倒呗。一次还没有对准，再熄个火，点个火，往前开点，再熄火，点火，倒进去。这车要真这样，还怎么开啊？我不是在怀疑船长的驾驶技术只是纳闷这明明有更好的方法，为什么要费力跑发动机里面求关注呢？原来前面2个方案都是有弊端的。可变螺距的螺旋桨由于构造复杂，所以操纵系统也跟着复杂了起来，不仅造价较高，而且维护保养也很困难，再加上更厚的根部更容易发生空泡腐蚀，更粗的骨径意味着更低的效率，所以它的应用一般都被限制在了必须要强调灵活性的船上，像那些大型的远洋游轮就别想了那装个齿轮箱总是成的吧？事实上呢，齿轮箱一般也不装在大船上，因为大型船只所使用的发动机本来转速就很慢了，完全没有必要再来一道齿轮调速，直接接上螺旋桨就能干活了。所以你看，这就是为什么大船刹车要直接动发动机了，这是权衡之后的最优解而且说句实话，轮船在占了地球表面积70%之多的海洋上开，还有多少机会能够让它踩一脚急刹车呢？而且它也在想尽了办法避免遇到这样的情况，比方说雷达、超级响亮的汽笛、穿透力极强的照明等等，都可以提醒自己和对方保持安全距离。但我们就假设一下极端情况万一前方突然闯出一只哥斯拉，要怎么刹？不要紧张，我们按部就班的来。实际上，每一艘船在交付之前呢，都是要做碰撞试验的。完整的名称叫做碰撞停止试验，就是在把它开到全速前进之后，再猛踩一脚刹车，看看它到底要用多久，要用多远停下来。这个叫做船舶的航迹长度，非常重要，因为它能帮助船长估计当面对紧急情况时，自己还能争取多少时间和距离。那么下面就是具体的操作环节了，大体上呢分为3个步骤。由于它跟轮船的发动机是如何工作有关的，所以我们还要先花点时间来简单的介绍一下。不同于常见于汽车里面的4冲程汽油发动机，大型船只的发动机呢基本上都是2冲程的柴油发动机。理由很简单力大可靠不挑油。至于污染嘛，暂时还没有接到海洋动物的投诉。4冲程内燃机的每一个冲程是如何工作的，相信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吧？
那我们再复习一下吧。活塞第一次向下的形成是吸气，此时呢进气门打开，雾化的汽油混合着空气一起进到气缸。第二个形成是活塞向上运动压缩气体，此时进气门关闭，混合气体在压缩下温度上升，触发火花塞点火。如果是柴油机的话，就是直接靠压缩后升温点燃的，不用火花塞，这点呢是有点区别的。第三个形成就是活塞在混合气体爆炸后产生的高压驱动下再次转头向下走。第四个形成在飞轮惯性的作用下，活塞向上回到最初的位置。此时排气门就需要打开了，废气于是被排了出去。这样周而复始下去呢，发动机就能不断的把活塞的直线往复运动转变为曲轴的旋转运动了。那两冲程的船用柴油机跟这个有何区别呢？就是只要活塞上下往复运动一次，就完成了一个工作循环。具体是这么做的活塞先是在柴油混合空气燃烧爆炸后的压力推动下往下运动，当扫过气缸底部的进气口之后呢，经过涡轮加压的新鲜空气随之从底部吹了进来。与此同时，气缸顶部的排气门打开，废气被吹出后再迅速关闭。接着在飞轮提供的惯性下，活塞往上运动压缩空气，当快要到达顶部，气压和温度都足够大时，触发喷油压燃混合气体，推动活塞下行，开启下一个工作循环。所以你看，喷油时机和排气时机正好是相对的。如果想要改变飞轮的旋转方向，就需要在这两个时机的安排上做点文章。而这两个时机的触发都是由凸轮机构完成的。那么结论就很明显了，可以调整的凸轮机构就是关键。好了，回到刹车的三部曲我们就知道该怎么做了。第一步是切断发动机的燃油供应，虽然没有了新的爆炸做功了，但惯性依然会让活塞继续运动下去的。于是第二步就是要抑制这样的惯性运动了，靠的是将压缩气体从上部注入到气缸，跟活塞反着干。这个气体很有意思既叫做刹车气体，又叫做启动气体，完全取决于它正在干的这个活是什么性质的。第三步，在刹车气体的帮助下，活塞慢了下来，并最终停住。然后呢，只需要将负责喷油时机和排气时机的凸轮切换到与之前相反的位置，也就是倒车的位置，并恢复供油，飞轮就可以换个方向旋转起来了。当然，反着转的螺旋桨也就能够让轮船尽快停下来了。好了，相比起来呢，还是捏一下就会停的手刹比较适合我今天的视频可能稍微有点复杂，要是你没有看懂的话，就多刷几遍吧。我是火箭叔，关注我，跟我一起永远年轻，永远好奇。为什么战列舰通常都会选择主炮齐射而不是轮流射击呢？是因为瞄准实在太难了。先不说什么己方和敌方的方位变化率、距离变化率等更复杂的问题，就算大家都不跑单单是要计算海浪颠簸对于射击的影响，就不知道烧坏了多少个聪明的脑袋了。所以好不容易找到一套方法，把这些瞬息万变的因素考虑进去，计算出了一套射击参数。你说你不得拿去大家共享吗？集中力量办大事，说的就是它了。所以海浪颠簸究竟会对舰炮射击造成什么影响？我们又是如何克服它的呢？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讲讲它。你大概很难意识到一艘漂浮在海面上的船只其实是跟飞机一样，其姿态在3个维度上都会受到水面的影响的。它们分别是横摇、纵摇和偏航。为了给你解释清楚我专门建了一个简单的模型，简单到船身上只有这么一门停留在18世纪的大炮，但它演示起来特别好用，所以千万不要介意好了，我们来看看所谓横摇，就是指船身以首尾相连的中轴为中心，这么左右摇摆，看起来呢就是左舷和右舷轮流上下运动。而纵摇呢，则是从船的侧面绕着穿过它的中心位置的一根轴来摇摆，表现起来呢就是船首和船尾的轮流上下运动了。最后一个偏航可以从顶视图里面看得很清楚，就是船首和船尾绕着垂直穿过船身中心的那根轴左右运动了。所以船在水里面前进的路径呢，其实是个螺旋形的。好了，这对开船呢倒是没什么影响，但是却对开炮造成了极大的麻烦。因为当我瞄准目标后，要是战舰一摇，弹道不也随之就跑偏了吗？怎么办呢？只有实施补偿了。但补偿的前提是要准确的知道炮弹是如何跑偏的，以及跑偏了多少才行。情况就变得复杂了起来，而且是越来越复杂。我们先来说说简单的，那就是当炮管的水平方向完全垂直于舰身，
当然，要是它完全平行于舰身呢，也是适用的。虽然这并不常见啊。此时呢，战舰还是会横摇和纵摇，但是它们只会在设计的俯仰角度上对我们的精度造成叠加。比方说，在我们已经设定好了一个设计的俯仰角度后，如果船舷摇高了，炮弹就会落得更远；而船舷摇低了，炮弹则会落得更近，都无法准确的击中目标嘛。怎么办呢？那就在瞄准的时候将战舰横摇的角度考虑进去嘛。它摇高了，我们就在俯仰角上减掉横摇的角度；摇低了，我们就加上横摇的角度，不就好了吗？这下炮口就能始终对准目标了。接下来呢，解决的就是要知道这横摇的角度了，对吧？在早期，它基本上只能靠经验。就是炮手先往远处的水平面一看啊，然后再马上转低视角来看看自己所在的甲板，想象一下它的延长线，再判断一下它同水平面之间的夹角大概有多少。这个呢，就是此时战舰横摇的角度了。显然啊，这个主观因素太大了嘛，所以设计精度简直参差不齐啊。后来就有人想到了钟摆，因为受到地心引力的影响，吊在绳子上的重物呢会始终指向地心。如果它跟垂直于甲板上的支架产生了角度，那么这个角度必定就是舰船横摇的角度了。这下准确了不少了，但是升级还在继续，最终就来到了陀螺仪这儿。因为陀螺仪的定轴性让它怎么都不会受到船身摇摆的影响，而且读取数据还更加的容易。再配合上由液压控制的炮管俯仰角调整装置，从此啊，单纯的横摇就压根儿不是什么事了。但是随着冶金、造船、火药以及战术上的不断发展，20世纪的战列舰可并不完全只会将炮口对准自己的侧面哦。你看，炮塔是可以旋转的，它既可以打3点钟和9点钟的方向，也可以打4点、7点、10点嘛。于是啊，炮塔的方向并不垂直于船身后呢，单纯的横摇就变得一点也不单纯了。它不仅会影响到炮口的俯仰角，也会影响到炮口的方位角。怎么影响的呢？我们还是来拿这个模型举例啊。先把炮口的俯仰角呢调整到30度，方位角调整到45度。假如此时的炮口呢就正好准确无误地指向目标了，但不巧啊，舰身却突然横摇了起来。比方说，它向右倾斜了30度，我们来看看炮口的指向会发生什么变化。你看，完全就变了吧？不光是在俯仰的高低上，在左右的方位上也变掉了。此时，如果想要把炮口指向重新调整回来呢，就得要在2个维度上同时补偿才行。我们来试试啊。先调整方位角，先大概调整到这个角度吧，再调整一下俯仰角度。好，来对比一下，好像还不够啊，那再重新调整一下。这下好像差不多了。所以大家看到了吧？当现代战舰的炮台可以自由转动后，反而给开炮带来了多大的麻烦？它不仅需要在多个方向上都准确的测量由摇摆带来的角度变化，还需要快速的带入这些数据来对修正量进行计算。如今智能化的火控系统当然是可以 hold 得住的，但是在那个巨舰大炮的时代，计算机都还在手摇呢，算一次多不容易，不起色怎么能对得起解算员呢？对了，当时那些里面装满了各种齿轮、轴承、转盘、铰连的机械式火控计算机呢，也十分有趣啊，就是太复杂了。不过，如果大家真的想看的话，就留言给我。呼声够大的话，我就硬着头皮去研究一下呗。好了，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1985年的巴黎航展上，一台形似外星飞船的奇怪玩意儿正在通用电气的展台上供人们参观。它的前部呢，长得像是一个比较正常的喷气式发动机的进气口，但后部却直接就长上了2排直径为3.6米的弯刀状螺旋桨叶片。这究竟是什么东西？它到底是喷气式发动机呢，还是螺旋桨发动机呢？实际上都不是，也都是。通用电气管它叫做无涵道风扇发动机，跟它站在一起大声吆喝的是波音。它号称装上这台发动机的波音7J7将会在2500天内飞上蓝天，提供跟新型空客 A320一样的载客量，但油耗却只有对方的一半。结果很明显啊，要不是看了今天这期节目，相信咱们大多数人是既没有见过这台发动机，也没有听说过一架叫做7J7的波音客机的。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讲讲有关他们的故事。
尽管如今早已被历史遗忘，但这台全称叫做涡轮桨扇式的发动机，在1980年代那段短暂的时间里面，却被当成是航空业的救世主一般的存在，并且大有格调涡轮风扇发动机，也就是我们现在最常在客机的机翼下方见到的那种很容易被直接叫成是喷气式发动机的那个发动机的命，标志着螺旋桨叶片的全新回归。这一切的起源，某种程度上跟2场发生在中东的战争有关。1967年以色列吞并周边阿拉伯邻国的6日战争，和1973年阿拉伯人反击的赎罪日战争。之后呢，阿拉伯世界针对美国、欧洲和日本的原油禁运就开始了。这样的结果就是一夜之间燃油的价格被推上了新的高度，而重度依赖燃油的航空业也因此遭受了惊人的损失。里应外合之下，反倒是为技术救场做好了铺垫。这下我们就要来说说航空发动机了。其实不管是前面装着螺旋桨的涡轮螺旋桨发动机，还是前面装着风扇的涡轮风扇发动机，或者是前面啥也没有，只是靠尾部喷气的涡轮喷气式发动机，其驱动的核心呢都来自于涡轮，但推动发动机向前的力却来自不同的部分。涡轮螺旋桨发动机其向前的力几乎都来自经过螺旋桨并被螺旋桨加速之后向后推出去的那部分的空气。至于经过发动机核心从涡轮喷出去的热气嘛，可以看成完全就是燃烧之后产生的废气了。涡轮风扇发动机则不太一样，从它前面那张大嘴进到发动机里面的空气呢，会兵分2路，一路避开中间的发动机核心，不会经过涡轮机，而是通过四周的旁路绕到发动机尾部喷出去；另一路则会经过压缩机、燃烧室、涡轮机之后呢，变成热气喷出来。两者混合在一起，形成发动机的总推力。那么在其中谁的贡献会更大呢？不是中间经过了加热的热空气，因为它的主要作用其实是为了让发动机前面的风扇和压缩机转起来的。真正出大力的是风扇扇出来的旁路空气。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不能简单的叫客机上的发动机为喷气式发动机了吧？真正只有利用喷出来的热空气来推动自己前进的，才叫做涡轮喷气式发动机。通常它是装在战斗机上面的。好了，这是工作方式的不同。那么工作效率呢？也就是烧同样多的油，谁干的活更多呢？工程师打一开始就知道，超高效涡轮发动机的秘诀在于极高的旁路比。这个比值描述了发动机风扇向后驱动的冷气量与从发动机核心流出来的热气量的比例。不难看出来螺旋桨的比例最高，而喷气式的比例最低，所以使用螺旋桨是最省油的一种方式了。在那个油价高的让航空公司无法承受的年代，你说他们想不想把客机上装着的涡轮风扇发动机给全换掉呢？当然想这可省下了一大笔钱但螺旋桨有个问题，它飞不快。因为当它想要飞快时，就要把螺旋桨旋转得更快，而螺旋桨转得更快时，它的尖端切割空气的速度就会更快，快到很容易就超过音速了，而一旦超过音速，就会在这里产生激波，使螺旋桨的效率直线下降。所以尽管有颗澎湃的心，但无奈也只能以每分钟几百圈的速度慢悠悠地往前晃了。你说已经坐惯了速度更快的喷气式客机的乘客还愿意倒退回去吗？矛盾这可就来了用螺旋桨嘛，效率高省钱，但速度慢没市场，这可怎么办这种情况呢，就是工程师们最希望看到的有困难才能体现出价值嘛。于是在这个时候，螺旋桨制造商汉密尔顿标准公司的工程师们提出了一个比较激进的螺旋桨设计方案。简单来说呢，就是一种弯刀状的螺旋桨叶片，目标是使安装着它的飞机能够与喷气式飞机对抗，以更接近音速的速度来飞行。这就催生出一个叫做先进涡轮螺旋桨的项目，而后演变成2台实际的发动机，一台就是我们先前已经见过的通用电气 G136， 另一台则是由普惠、汉密尔顿、埃里森联合研制的 578-DX。它们其实长得很像都是把2排对转的弯刀状螺旋桨装在了发动机短舱的后部，然后再把发动机装在飞机的尾部，而不是机翼下方，以便为螺旋桨的旋转盘留出空间，并将发动机产生的噪音排除在机舱之外。两者的最大区别在于对转的螺旋桨是如何驱动的。578DX 的方案比较传统，依然是采用齿轮变速箱来连接涡轮与螺旋桨的，而 G136 则大胆得多他们认为用齿
齿轮来连接，既增加了发动机的重量，又增加了平时维护的成本，还不如将2排螺旋桨直接锚定在涡轮叶片上来的简单高效呢。咱们可以这样来简单理解啊，在通用电气的方案里面呢，其实螺旋桨就是涡轮叶片，涡轮叶片就是螺旋桨，只不过是把涡轮叶片放了一部分到发动机外壳外面，再换了一件马甲而已。这个可不要小瞧啊，它在传统的涡轮发动机里面是无法实现的，因为通常涡轮叶片会分很多级，每一个旋转级后面都会跟上一个固定不转的级，它叫做定子，目的是阻止气流因为前面叶片的带动而产生旋转的流动，让它在击中下一个涡轮级叶片时拥有正确的角度，以便更好的传递出力量。不过这样的设计就会让整个涡轮机变得大起来，而通用电气的天才设计则去掉了其中的定子部分，只保留了交错旋转的转子。也就是说，每一级叶片的旋转方向与其上游和下游叶片的旋转方向都是相反的，各级之间的相对速度增加了1倍，因此效率变得更高，发动机能够做得更小，2排对转的螺旋桨叶片也能直接挂在涡轮叶片上面了。波音公司认为这台发动机简直是太酷了，所以当即决定采用，并准备用它来将原本装在727上面的涡轮风扇发动机换掉，变成797，然后抢下空客 A320 的市场。但一项革命性的技术真的就能揭起一场革命吗？并不一定啊。尽管桨扇发动机绝对算是当年的黑科技，但留给它的时间窗口太短了。很快，当油价回落之后呢，波音摸着自己的口袋想，要是把发动机全都给换掉的话，这得要掏多少钱出来啊？这事儿还是缓缓吧，一缓啊，快半个世纪过去了。最后用通用电气前商务运营经理的一句话来作结：如果燃料变成每加仑$1的话，他们也会吵着要了。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